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吉田一也老师所著的《超级食物辣木断食》这本书。在本频道，我们已经多次为大家介绍过各种断食相关的书籍，因此可能有人会想，断食的效果我已经很清楚了，不需要再听了吧？当然，之前介绍的各种断食方法确实都非常有益。不过，本书与以往的断食书籍略有不同，它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解说推荐的断食方法。本书以一种被称为辣木的超级食物为核心，介绍了一种能引导我们身体走向健康的断食方法。也许很多人会好奇，辣木是什么？辣木是一种在印度等国家被广泛使用、拥有极高营养价值的食材，甚至被誉为奇迹之树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了解断食的效果，深入解析断食如何通过3大机制引导我们获得健康身体；第二，这个一定不能做，揭示你可能还不知道的水断食的危险性；第三，全球最适合断食的超级食材辣木的惊人功效大解析。以上每一点都非常重要，欢迎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了解断食的效果，深入解析断食如何通过3大机制。在美国、俄罗斯、德国、法国等地，断食已被确立为一种全球认可的治疗手段。为了科学揭示断食疗法的有效性，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进行相关研究。为什么断食被视为一种有效的治疗方式？它的科学原理是什么？现代人许多慢性病的根本原因，其实都来自于一个问题：吃太多。肥胖、高血压、动脉硬化、糖尿病、心肌梗塞、脑卒中、癌症等生活习惯病，往往都源于过度进食或营养失衡。换句话说，减少进食量本身就可以预防和改善许多疾病。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事实。现代人很多身体不适，其实都是因为吃太多导致的。在此基础上，让我们一起来看断食是如何帮助我们恢复健康的。主要可分为以下3大机制：一、激活细胞功能。断食可以延缓细胞老化，延长寿命。我们人体由大约60兆个细胞组成，而这些细胞每天都在老化。引发细胞老化的主要原因包括活性氧、自由基带来的氧化损伤，糖分摄取过多引发的糖化反应，不必要蛋白质的堆积。但最新研究发现，断食可以有效消除这些老化诱因。在实验阶段，科学家对大肠杆菌、酵母菌、果蝇等进行饥饿状态测试，结果发现，细胞内部发生了惊人的变化。例如，在饥饿状态下，热休克蛋白的数量会上升，这种蛋白能够修复受损蛋白，促使蛋白质回归正常状态，从而让细胞维持在更健康、更年轻的状态。此外，清除活性氧的关键酶超氧化物歧化酶数量也会增加，进一步强化细胞抗老化能力。这些实验生物在饥饿环境下生存时，其寿命居然延长了2至4倍。这说明，断食状态能显著延缓生物老化。虽然在人类身上的临床验证还在推进中，但这些结果已令人充满期待。2、关于代谢能量的消耗。当我们进行断食，外部不再摄入营养，身体就会自动进入利用体内储备来产生能量的状态。那么，人体能转化为能量的物质主要有哪些呢？大致可分为3种：糖分、蛋白质、脂肪。当体内营养不足时，首先会优先消耗糖分。这些糖分有的以葡萄糖形式存在于血液中，有的储存在肝脏内。当断食持续12至24小时左右时，血液中的葡萄糖会下降约 20%， 肝脏中的储备也会逐渐减少。这个时候，身体内就会出现一个重要变化：胰岛素的分泌减少。胰岛素与老化的关系。胰岛素通常是在进食后血糖上升时分泌，它的作用是帮助身体将葡萄糖储存在肝脏中。但在断食中，血糖不会升高，胰岛素的分泌自然就会减少。根据研究，
胰岛素其实会抑制某些抗老化蛋白质的活性，也就是说，胰岛素本身有促进老化的副作用。如果你经常吃碳水化合物和甜食，每餐后血糖都会急剧上升，胰岛素也会大量分泌，这就等于在不断加速身体老化。相反，断食能有效抑制胰岛素的分泌，从而激活抗老化蛋白质的功能，最终达到延缓细胞老化的效果。这就是断食令人惊叹的代谢作用。重要角色：酮体。在一天3餐不断进食的状态下，身体始终处于葡萄糖充足的状态，几乎不需要动用其他能量来源。但在断食时，葡萄糖储备耗尽，身体就会开始转向燃烧脂肪酸和酮体来产生能量。这个酮体不仅能替代葡萄糖提供能量，还被证实具有改善健康状态、抑制老化的作用。因此，断食能促使身体的能量来源从糖切换到脂肪，也就带来了各种健康和抗老的效果。3、细胞自噬。断食时，体内无法从外界摄入营养，为了维持生存，身体会启动紧急机制来获取能量，这就是被称为自噬的过程。它也正是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研究主题。细胞自噬，简单来说，就是分解细胞中多余、老化或异常的蛋白质，回收成分后重新用于制造身体所需的健康蛋白质。由于断食导致蛋白质原料氨基酸不足，身体就会开始清理内部资源，把无用或劣质的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，再用来制造维持生命活动所需的优质蛋白。这种危机管理模式只有在饥饿状态下才会启动，而断食正好提供了这种环境。因此，断食能促使身体打扫内部环境，清除垃圾，更新系统，效果极为显著，与认知症、阿尔兹海默症的关联。例如，阿尔兹海默症的主因就是一种叫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异常蛋白，在脑中不断堆积所导致的。这种蛋白不是维持生命必须的，属于优先级很低的废物。在自噬机制被启动时，这类蛋白就会被识别为目标，被分解清除，从而可能预防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生。换句话说，看似与脑病无关的断食，其实也能通过清理异常蛋白来保持大脑健康。不仅是认知症，其他许多慢性病与老化症状，其实也都与细胞中堆积的坏蛋白有关。断食所触发的自噬机制，可以改善细胞内部环境，带来深层次的身体净化与再生效果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这些行为千万别做。你可能不知道的水断食危险性，我们要具体讲解正确的断食规则。很多人以为断食就是什么都不能吃，甚至认为只能喝水，完全禁食才是真正的断食。但其实，这种只喝水的水断食方法是非常危险的。如果采用错误的断食方式，不仅可能导致身体不适，还会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足，让身体陷入危险状态。因此，请务必在这一部分中，认真掌握正确的断食方法和规则。正确断食的4大要点如下：1、水断食是危险的；2、断食中也必须补充营养；3、断食中不可做的行为；4、断食后的复食期极为重要。我们下面一一详细说明。1、水断食是危险的。断食原本是为了健康，是维护身体的一种方式。如果因为断食而把身体搞坏了，那就完全是本末倒置了。所以我们要记住，必须在保证基础营养摄取的前提下进行断食。虽然社会上确实存在所谓的水断食，也有些断食中心会采用短期只喝水的断食法，但本书作者吉田一也老师明确指出，从营养学和医学角度看，水断食根本没有意义。水断食的风险包括身体负担过重、营养不足导致疲劳、情绪不安、低血压，更严重的情况甚至可能导致心律不齐、发作、昏厥。水断食因为只摄取水分，体重看起来会短期下降，外表也可能显得更清爽，但那其实是
体内的盐分排出，消除水肿后的水分减少，也就是说，只是脱水造成的假瘦现象。此外，断食期间因为摄取不到营养，身体会开始分解肌肉组织，你失去的体重往往就是宝贵的肌肉量。肌肉减少，就意味着基础代谢下降，容易反弹发胖，脂肪更容易堆积，并且由于没有摄取脂肪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还会导致皮肤干燥、容貌受损。很多断食初学者，或是那些一心想靠意志力狠练的人，往往会选择挑战水断食。但实际上，推荐的健康断食方式应该是在摄取一定热量的同时，科学控制营养平衡，以温和节奏来进行的营养型断食。只有这样的断食方式，才能真正达到养身健体的目的。二、断食期间也必须补充营养。断食不等于绝食，它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饮食限制的方式，特别是水分的摄取绝对必不可少。由于断食期间胃肠是空的，像咖啡或浓绿茶等刺激性饮料应该避免。但如果只是摄入水分，身体就会陷入严重的营养不足。断食的最大目的是让肠道得到休息，改善肠内环境。如果摄取善玉菌、有益菌的食物太少，反而会让肠内环境恶化。因此，即使在断食中，也需要适当摄取一些热量。在许多正规的断食设施中，为了摄取最低限度的维生素、矿物质与热量，通常会建议饮用酵素果汁、苹果汁或蔬菜汁等。这些酵素果汁、蔬菜汁或水果汁，在让肠道休息的同时，能增加善玉菌，减少坏菌。从发酵食品的角度来看，像含有双歧杆菌的酸奶、味噌汤也非常推荐。吉田老师建议，如果你想在家挑战轻断食，不妨在断食期间喝味噌汤，断食结束的恢复餐就吃酸奶。此外，若有酵素果汁，也可以将一餐替换成味噌汤，既能改变口味，又更容易坚持下去。三、断食中不可做的行为，就是暴饮暴食，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，对吧？如果断食期间身体状况允许，可以适度活动，比如散步、轻运动，来帮助燃烧热量。当然，这里说的是有适当热量摄入的断食，并不是水断食。但若感到嗜睡或疲倦，就请顺应身体的信号，好好休息。那是身体在告诉你现在是关闭状态，不必勉强自己活动。有些人在断食期间会摄取酒精，但这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空腹状态下，酒精吸收速度很快，可能会导致急性酒精中毒。如果你觉得断食很辛苦，吉田老师建议可以舔一点黑糖，摄取少量糖分，有助于缓解低血糖症状或头痛等不适。另外，也有人认为可以吃魔芋等低热量食品，但这也是不行的。一旦进食，就会刺激胃肠开始消化活动，断食效果就会打折扣。所以请记住，断食的真正目的是让胃肠休息，摄取最低限度的维生素、矿物质、热量，应该以不启动消化系统的酵素果汁、蔬菜果汁为主。四、断食后的复食期极为重要。所谓复食期，是指从断食结束到恢复正常饮食期间的饮食内容。在整个断食过程中，恢复时的重要性是无法衡量的。如果你在断食后马上恢复正常饮食，或者庆祝断食成功而大吃大喝，反而容易让身体状况恶化。断食说白了，只要忍住不吃东西，谁都可以做到。但最难也是最重要的，其实是恢复时阶段的管理。通过断食，胃肠会变得清爽干净，但身体因为一段时间没进食，进入了某种饥饿模式，会认为要是再没有食物可不得了。于是，在恢复时的阶段，身体会尽最大努力吸收摄入的营养素，所以如果这时像平常一样正常吃饭，身体就会疯狂吸收，结果就是体重反弹，功亏一篑。断食结束后的恢复时，建议按照断食天数乘2/3的原则来安排饮食。例如，
如果进行了3天的断食，那么恢复时应持续3乘以2/3等于2餐的时间。建议这2餐吃些偏软易消化的粥类食物。另外，在第1餐中搭配萝卜泥一起食用，可以促进消化作用，因此非常推荐。此外，在吃粥的同时搭配味噌汤或纳豆等营养价值高的食材，可以让你的恢复期饮食更加健康均衡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世界最适合断食的最强食材——神奇植物辣木的惊人功效。我们将深入解说一种被认为最适合断食的世界级健康食材。先说结论，这种与断食最为相配的食材叫做辣木 （Moringa）。或许很多人从没听说过辣木这个词吧？简单介绍一下，辣木在日本被称为山葵树，是一种可食用植物。虽然名字里带有山葵，但其实它与我们熟知的那种辛辣的芥末山葵完全不是一种植物。由于其根部的香味有点像西洋山葵，在日本便被称为山葵树。不过，无论是成分、功效还是味道，它都与山葵毫无关系。在世界上，这种植物统称为辣木。辣木的原产地是印度喜马拉雅山区，目前在亚洲、非洲、中南美洲等许多国家都有广泛种植。事实上，它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是一种相当主流的超级食物，在日本并不普遍，而在欧美国家，辣木已经拥有非常高的知名度，并因其营养丰富，被称为奇迹之树。在拥有5000年历史的印度传统医学文献中，甚至有记载说辣木能预防300种疾病，可见它自古以来就深受人们喜爱。那么，我们再进一步看看辣木到底有哪些神奇之处。辣木叶片中包含的营养成分高达90种，抗氧化物质46种可抑制活性氧，抗炎物质36种有助于缓解体内炎症，人体必需氨基酸19种合成神经传导物质，构建肌肉骨骼。这些种类丰富、含量充足的营养成分正是辣木的特点。辣木甚至被誉为地球上营养价值最高的可食植物。在断食期间，我们依然需要一定的营养摄入，典型的如氨基酸、钙、蛋白质、膳食纤维、镁、铁、维生素 A、B1、B2、C、E、钾、叶酸、多酚类等。而辣木几乎囊括了所有这些关键营养素，而且它的营养含量惊人。例如，膳食纤维是生菜的28倍，镁是鸡蛋的36倍，维生素 A 是胡萝卜的4倍，维生素 C 是橙子的7倍。这简直是惊为天人的营养含量，堪称地球上最营养的奇迹之树。正因如此，作者吉田老师也强烈主张辣木是最适合断食食用的超级食物。另外，辣木还能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，因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，也作为解决儿童营养不良与饥饿问题的重要食材。换句话说，连处于严重饥饿状态的人，摄入辣木后都能获取生存所需的营养。那么，对于模拟轻度饥饿状态的断食法而言，辣木简直是天作之合。作者认为，辣木这种经历了数千年乃至上万年，被人类不断验证与使用的高营养植物，正是最适合断食的超级食材。请务必在断食时尝试吉田医生推荐的辣木，这样做的话，断食的效果一定会更上一层楼。本书还介绍了3种使用辣木的断食菜单，以及用辣木制作的恢复食。我将逐一为大家详细说明。推荐的3种辣木断食菜单如下：辣木苹果汁、辣木豆乳拿铁、辣木拌饭粉。辣木苹果汁配方非常简单，将2颗辣木粉加入200克苹果汁即可完成1杯，每天饮用2杯。使用榨汁机榨出2颗苹果，大约就能得到200克的果汁。每杯辣木苹果汁约含250千卡，成人每天最低所需热量为约1200千卡，因此2杯辣木汁的热量是远低于每日最低摄取量的，但营养却非常丰富，是一种最强的断食饮品。为了防止氧化，建议早上制作时可加入几滴柠檬汁。此外，
搭配辣木苹果汁时，也会食用梅干，以补充适量盐分。因为有些人摄入过多液体后容易水肿，适当的补盐可以缓解这一问题。2. 辣木豆乳拿铁，这是一款调节肠道环境的最佳断食饮品。断食的最大好处之一，就是改善肠道活动，因此吉田医生特别推荐将豆乳加辣木的组合作为断食菜单。配方：辣木粉2克，豆乳200克，搅拌均匀后加入1大匙蜂蜜，为身体提供额外热量。只喝豆乳热量可能不足，蜂蜜可补充能量。豆乳中含有的异黄酮，对于女性有很好的美白护肤效果，所以也是一款兼具美容效果的断食饮品。吉田医生指出，辣木粉的用途和抹茶类似，做成拿铁后口感也非常好喝。顺便一提，可以这样安排饮用时间：8点辣木豆乳汁，12点辣木苹果汁，17点辣木苹果汁。如果你在家尝试轻断食，也可以参考这个时间表搭配辣木饮品。3. 辣木拌饭粉，这是断食结束后的恢复期中，做法非常简单，将辣木粉、炒香芝麻、烤盐混合即可。断食后的第一餐恢复时通常是白粥、味噌汤、萝卜泥、咸菜，可以将辣木拌饭粉撒在白粥上，帮助消化，增加营养。接下来的恢复期餐点包括含有紫菜或海藻的味噌汤、节瓜、牛蒡、南瓜的炖菜、豆腐渣、豆类小菜、纳豆。纳豆上撒1点辣木调味粉，也是一种持续摄入辣木的好方法。最终恢复到正常饮食时，糙米饭，加入行者菜的味噌汤、黑豆等小菜，这就是所推荐的健康恢复饮食流程。而且，别忘了在糙米饭上继续撒辣木粉哦，这能帮助你持续摄取断食中所需的营养。断食最重要的不是饿，而是如何恢复正常饮食。很多人在断食结束后，因为解放感太强，反而暴饮暴食，导致反弹变胖。这就像节食减肥到一半放弃了，反而暴食，更多是一个道理。既然你已经那么努力地完成了断食，就要学会在恢复饮食阶段靠辣木补充必要营养，同时8分饱为宜。如果你在断食成功后，马上大吃一顿，那之前的所有努力就白费了。如果你想尝试断食，改善体质，清理身体内部环境，不妨参考本书的建议，从温和的营养型断食开始，并适当搭配辣木这一奇迹植物，定能事半功倍，受益匪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